下个目标是苏梅地区。苏梅地区发布紧急疏散令，俄军的目的是什么？乌克兰下调征兵年龄，将能获得10万兵力。美国表示，出兵乌克兰已经无法避免了。英国海军最疯狂造舰计划，数量达到28艘。澳大利亚军费开支大涨，8艘核动力潜艇，并打造二战结束后澳大利亚最大舰队。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当地时间5月16日，乌克兰苏梅州发布紧急疏散令，要求全体居民前往地下掩体避难。随着哈尔科夫战事的不断发展，苏梅地区的战略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已经逐渐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曾任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资深顾问的战略分析师阿雷斯托维奇表示，根据局势发展，苏梅地区极有可能会成为俄军下一个重点进攻方向。虽然苏梅地区的攻势不会像哈尔科夫那样形成大规模程度，但潜在的影响力可不小。目前俄军在苏梅地区的兵力相对较少，只有大约12000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威胁。火力军反而觉得俄军很可能会利用相对有限的兵力进行分散灵活的进攻，以此来转移前线乌军的注意力。此外，在哈尔科夫方向，俄军直接参与战斗的兵力同样也只有12000人左右，后方大约有2万人充当预备队。这些预备队将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进入已经取得战果或者需要取得战果的作战范围，当然也有可能会去开辟新的战场。而战争也不是一次性投入，这是一个逐步投入兵力的过程。此前在苏梅地区还发生一件事情，在苏梅东段边境的士兵神秘消失，当时这25名士兵正在边境巡逻，然而到了预定的会合时间，其他士兵并未等到这25名士兵，为此苏梅地区不得不对这些士兵进行搜寻，最终找到了失踪士兵，但都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当时乌克兰怀疑这些士兵在巡逻时遭到了俄军偷袭，由于这种袭击的方式非常特殊，所以乌克兰怀疑是俄军特种部队做的。而后乌克兰高层在经过分析推测之后，同样认为俄军可能会将苏梅作为下一个重点进攻目标，会从苏梅北部发动大规模地面进攻，因为北部边境地区是俄军进攻该地的必经之地。一旦俄军占领北部，就会在此片地区形成500公里长的战线，这对乌克兰来说非常不利，因为会大幅度增加乌军山区防御的压力。为了增强苏梅地区的防御，目前乌克兰情报总局局长已经率领特种兵部队前往苏梅地区指挥防御作战，也正因此苏梅地区才会发布紧急疏散令，将居民转移至安全地带。目前对乌克兰来说，最危险的地方莫过于沃尔昌斯克市。根据最新消息，俄军针对沃尔昌斯克市实施了前置式围困，这将对沃夫恰河上乌军的后勤构成严重的威胁。通过对俄军攻势分析，不难看出，俄军的战略是以多重佯攻、迅速机动为主要手段，以此来建立一个有利的基地，然后对乌军内部进行纵深打击，目的是在乌军援军到来之前占领重要的边界城镇。乌军不仅要面临着前线的压力，同时还要在广阔战场上保持高水平的反应能力。尤其是卢甘斯克、扎波罗热以及赫尔松等地区，俄军很有可能对其发动进攻。目前乌军防御重点放在了哈尔科夫与苏梅地区，这给俄军在北部防线提供了不小的行动余地。就拿哈尔科夫来说，俄军可以利用迂回战术，在不正面进攻市中心的情况下，绕过哈尔科夫，转向东南部的战场，向伊久姆与莱曼地区发动进攻。关于这些可能发生的事件，乌克兰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戒心。与此同时，乌克兰动员法令正式通过。根据媒体报道，2024年5月18日，乌克兰动员法将正式生效。动员年龄将包括25至60岁、18至25岁的乌克兰居民，也必须更新动员数据，并且接受相应的短期军事训练。去年年底，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军方提议额外动员45万至50万兵力，其中包括25岁以上的男性。如今这项动员法正式生效，不过并非所有适龄人员都会被动员，其中有些可能会因为健康原因不需要响应乌克兰动员。外界预测，此次动员法通过之后，预计将为乌克兰增加10万兵力，而乌克兰也将为此多付出134亿美元的支出。值得注意的是，在通过动员法后增加的兵力还需要经过数月的训练。不过，困扰乌克兰扩军的因素并不是人员，而是北约援助的武器。如果北约各国援助的武器可以快速到达，那么乌克兰就有望在下半年训练出数十个旅的兵力，然后为2025年的反攻做准备。并且乌克兰也认为俄罗斯的人员优势正在消失，
随着俄罗斯远东地区动员兵、囚犯兵以及雇佣兵的大量消耗，俄军损失居高不下。也可以这样说，乌俄目前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谁动员的兵力更多，装备更先进，战争潜力更大，谁就能将另一方形成压制。不可否认的是，在经过800余天的战斗之后，深陷俄乌战场泥潭的俄罗斯想要轻易撤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俄乌战场将不可避免地延续到2025年。与此同时，美国也进行了发声，认为北约向乌克兰派遣军事训练员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上将查尔斯·布朗的说法，北约部队直接部署到乌克兰的可能性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在某个时候，北约部队可能将与乌军共同作战。很明显，布朗的说法标志着北约在过去的犹豫不决的态度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在前2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曾表示，要不要利用美制武器打击俄本土，这将由乌克兰自行决定。这番言论也让俄罗斯感到莫名威慑。目前，前线乌军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尤其是俄军针对哈尔科夫的行动，标志着几个月来战场发生的最大变化。乌克兰高层表示，弹药危机与人力短缺加剧了前线的压力。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乌克兰希望美国与其他北约盟友帮助训练15万兵力。除此之外，乌克兰还派出代表团前往美国游说，希望能尽快获得更多援助。直到现在，布朗的说法为乌克兰带来的希望，北约派遣部队进入乌克兰，协助训练预备役兵力，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以上就是关于俄乌方面的最新消息，接下来是关于英国皇家海军方面的消息。英国国防大臣宣布，皇家海军将采购6艘多用途支援舰艇，未来的护卫舰也将拥有对地打击能力。英国之所以会这样做，主要还是受到了俄乌战场与中东行动的影响，尤其是与胡塞武装组织之间的战斗。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英国首相苏纳克宣布，将在未来6年内增加750亿英镑的国防开支，预计英国军费开支将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力争在2050年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海洋国家。此次英国宣布的多功能支援舰，主要是用于陆战队2栖作战方面。此前，英国与荷兰就曾计划在2024年初评估多用途支援舰替换计划的一致性，然后确定是否进行联合采购。按照英国皇家海军的2栖及滨海支援运输需求，同时也为了取代2艘阿尔比恩级船坞登陆舰、2艘海湾级船坞登陆舰以及白眼巨人号，至少需要采购6艘多功能支援舰。目前 MRSS 还处于初步设计阶段。英国国防部表示，新型 MRSS 多功能支援舰是一款用于2栖作战，能够搭载车辆、飞机、登陆艇以及各类无人平台，可以应付各种作战任务，同时还能将海军陆战队宇宙艇特勤团快速运送到全球各地进行特种作战。通过时还能参与战斗任务，因为 MRSS 将拥有一个可以托管发射无人机的平台。除此之外， MRSS 还将设置一个专门区域，用来安装激光武器，比如英国最近测试的龙火激光武器。这是一种50千瓦的高能激光，已经可以做到在1公里外射击硬币大小的目标，就有极高的精度，可以攻击和摧毁各类目标，无论是空中的飞机、无人机还是水面舰艇，并且发射成本也比较低，每次射击仅需要10英镑。英国国防部希望龙火系统可以成为防空导弹的一种低成本替代品，压制敌方无人机与导弹等。根据英国规划， MRSS 预计将在30年代初期取代现役的所有2栖舰艇。为了大幅提升皇家海军实力，英国目前有28艘舰艇正在准备或建造，包括此前公布的潜艇与舰艇计划。火力军估计，如果这28艘舰艇的建造计划可以顺利执行的话，势必将大幅提振英国的舰艇建造产业。在这28艘舰艇中，包括由 BAE 公司在格拉斯哥制造的26型护卫舰，预计将建造8艘26型护卫舰，来取代皇家海军大部分23型军舰，每艘舰船的成本高达 2.5 亿英镑。与此同时，在2022年4月，英国31型护卫舰的建造工作也正式展开了，预计将在2028年交付前5艘31型护卫舰，单艘舰艇的成本为 2.5 亿英镑，与26型一起取代23型护卫舰。显然，英国对于皇家海军战力提升这件事非常看重，才会舍得花费这么大的代价打造28艘舰艇。接下来就是关于澳大利亚的最新消息了。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澳大利亚公布下一年的国防开支达到创纪录的557亿澳元，占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 2.02%， 相较于去年提高了 6.3%。
在上个月，澳大利亚发布了国防战略报告，表示将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不过需要等到2027年至2028年才会正式启动。届时，澳大利亚的国防开支将达到674亿澳元。除此之外，澳大利亚还计划在2033年至2034年将国防开支提升到1000亿澳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3%。在此次公布的2024至2025年度预算中，澳大利亚将拨款167亿澳元，用于下一财年的设备采购。另外还有172亿澳元用于现役装备的维护。除此之外，海军获得了107亿澳元的重要拨款，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法国以及澳大利亚签署的奥库斯协议。在协议签署之后，澳大利亚军力提升的领域重点转变成了8艘攻击性核潜艇。而在澳大利亚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中就表示，将重组军事结构，装备核潜艇将成为核心内容，同时还将提升海军水面作战舰艇的数量。在海军107亿预算中，核潜艇占据非常大的比例。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核潜艇的支出从去年的 4.75 亿澳元直接猛增到下一年的28亿澳元，并在2027年达到 49.7 亿澳元。另外，在今年2月份，澳大利亚对外宣布将在未来10年内额外增加111亿澳元的国防开支，并计划将水面作战舰艇的数量增加1倍，从当前的11艘增加到26艘。这将是自二战结束之后澳大利亚拥有的最大舰队。这支新舰队将装备最新型号的潜艇、驱逐舰以及护卫舰，同时配备多种武器系统，以此来为未来装备的核潜艇起到补充作用。由此可见，澳大利亚这份海军建设计划就是围绕3国签署的奥库斯协议进行的。除了海军以外，空军将获得95亿澳元拨款，主要用于先进战机与导弹的采购，例如 F-35A 战斗机，而陆军将获得118亿澳元拨款，主要用于陆战装备的更新换代以及维护等方面。在这一番操作之下，澳大利亚的军事实力将会大幅提升。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资讯的全部内容。关于俄军可能进攻苏梅地区的猜测，各位有什么样的看法？另外就是乌克兰的动员法能否为前线缓解压力？不过只要北约军援跟得上，乌军就不可能轻易失败。你们觉得呢？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俄罗斯官方媒体于5月14日宣称，作为普京新的6年任期的献礼，俄罗斯海军已正式将潜射洲际导弹布拉瓦投入使用。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普京一直以俄罗斯继承的庞大核武库作为制衡和威慑北约各国的重要筹码。开发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布拉瓦导弹是俄罗斯最先进的北风之神导弹核潜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俄罗斯核威慑的重要一环。去年11月，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布拉瓦导弹完成了一次成功的试射，从俄罗斯北海的水下位置发射，命中了数千公里外勘察加半岛上的目标。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没有事先宣布的情况下，于本月14日乘火车从波兰境内前往基辅，对乌克兰进行访问。与此同时，乌军正在积极防御俄军对东部地区的突然袭击。据联合国人道主义办公室的消息，过去几天，俄罗斯对哈尔科夫地区的袭击已导致超过7000名平民被迫撤离。在访问基辅期间，布林肯承诺美国将无条件继续支持乌克兰。在同乌克兰总理德尼斯·什米哈尔的会面中，布林肯表示美国将援助战后乌克兰的重建。据路透社报道，布林肯向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援助将帮助乌军有效抵抗俄军进攻。据日本时报网站报道，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正在求购7到11艘针对水下战争进行优化的通用型护卫舰，从而将其水面作战舰队的规模扩大1倍以上。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上级护卫舰已成为5个候选方案之一。尽管东京方面和承包商三菱重工将面临与在防务出口方面更有经验的对手展开激烈竞争，但有分析人员表示，最上级护卫舰有一定的机会在竞标战中脱颖而出，因为最上级护卫舰的先进设计和能力不仅符合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概述的总指导方针，而且选择它还将大大增强日本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和防务合作关系。
目前，东京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决定。而与日本最上级展开竞争的其他4个型号，分别是德国的美口 A200 护卫舰、韩国的 FFX BATG-23 护卫舰以及西班牙的 ALFA3000 护卫舰。乌克兰和卢森堡开始就双边防务和安全协议进行谈判。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方消息，5月14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卢森堡首相吕克弗里登于电话会议中就起草了一份关于乌克兰与卢森堡之间的安全合作和长期支持协议，并达成一致。乌克兰谈判代表团负责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伊霍尔·佐夫科娃表示，乌克兰感谢卢森堡一贯的支持和领导，特别是在军事援助和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等议题上。根据相关报道，美澳最近先后公布了幽灵鲨和浮喷无人水下潜航器。澳大利亚公开了幽灵鲨之后，澳国防部当即进行了介绍，称参与幽灵鲨建造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42家不同的公司，参与人数多达121人。幽灵鲨拥有模块化多用途系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海底自动驾驶平台，可携带不同的有效载荷，执行不同的军事和非军事任务。其中包括情报搜集、监视、侦察、基础设施检查和攻击等。预计第一批将在明年年底交付。澳大利亚官员和制造商安杜里尔表示，目前幽灵鲨数据仍处于保密状态，无法公布详细的参数。在澳大利亚推出幽灵鲨的同时，美国也几乎同步公开了浮喷。根据 CNN 报道，浮喷是由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生产的最新无人潜航器，其原型于今年的2月和3月在加州南部进行了测试。美国国防国际研究计划局表示，浮喷的优势在于能够根据任务的需要切换有效的载荷，它能被拆分装入5个标准集装箱，运到部署地进行现场组装。灵活的运输方式使得浮喷能够节省自身的能量来执行任务。浮喷能够在人类无法进入的海洋环境中执行长期远程的任务，因为它拥有额外节能技术以及能源再生技术，能够在海底以低功率状态休眠的同时实现能源再生。有专家表示，种种迹象表明，无人潜航器未来可能成为海底作战的发展方向。乌克兰国防部14日表示，乌克兰已受邀北约通信与信息局邀请，加入了北约联合作战实验室网络，双方签订了技术协议。对此，乌克兰国防部表示，该项目的合作将加强乌克兰作战系统与其他国家进行联合行动的能力。